MBTI 个性大对决，接人批人互看不顺眼，到底是谁有问题？大部分都很容易爱迟到。半个小时、1个小时，不行，感觉不好。我们都不是会影响别人的人。出国前呢，我一定会做一个 PowerPoint，可以不要这样吗？跟这一人一起出去真的很难休息耶。对，我会莫名觉得很有压力。索性不出国，床到桥头自然直。床到桥头。接人批人真不合，孙协志杠上许明杰。跟他们约3点嘛，可是他们会变成是，因为我都还没准备，然后他们可能2点40就已经到了，还跟我讲说你慢慢来，不用急。可他们已经在罗霄城，可能不急。我遇到这种就是提早到，然后跟我说慢慢来没关系的，我就真的慢慢来。那我想要知道的是，没有，这个就是你要学刁人要刁的技巧。欢迎收看《女王大人》。你们好玩？陈哥，怎么样？你有测过 MBTI 吗？有啊。哦我老爸帮我测了。他说我超 J 的。 ，J， 我还以为他拐弯抹角骂我这个人机车呢。J。大嫂说的那个 J 的意思就是什么 judging， 判断型人格， Judge，判断力强，超爱规划，你是这种人。好像蛮准的。那大嫂是哪一种？他说他是 P 人啊。Perceiving， 感知型的。我也是，我也是。那行程要看心情啊，明天再决定的那种。然后 J 人的人生信仰是事先规划才安心，而 P 人的信仰是不用规划最开心。当习惯照表操课的 J 人碰上了随遇而安的 P 人，双方究竟会蹦出什么样矛盾的火花呢？今天晚上这地方应该就要起火了，灭火器准备一下。来欢迎这几个个性大不同的朋友，先去欢迎 J 人的代表，好不好？孙协志、苏叶佩，短进欢迎3位。欢迎！再来欢迎 P 人的代表许明杰、秀秀子、嘉怡姐。欢迎3位。欢迎我们今天女王团代表，人气 YouTuber 阿里山，欢迎人气3宝爸长工老爸，欢迎人气全方位网红飞雪。好，我们的根据全球知名的人格测评的网站特别统计啊，截至2024年底，全球参与的 MBTI 测验的当中，属于 J 型规划型人格的，这人数有58%，哎呦，哦，快要60%，而 P 型的随性型的人格的占了42%，哎4成哎，6成跟4成的差别。林嘉怡，你是随遇而安的，我是2个老实讲极端。我工作的时候非常的 J，但是看情况，我只要一放假，我就是非常的 P。因为你要去玩，你就要开心嘛。对，你要一直照表操课，就跳没太累了。时间到一定要到哪里？那你这里要是玩不完呢？我去到那个地方没有去到该去的地方，我也会不开心啊。没有什么是该去的地方啊。怎么会没有？没有啊。那跟你的缘分还没到。没错，宇宙告诉你缘分还没到。缘分跟宇宙。像我们这种人就适合去海岛国家，就泡在水里，对就好了。睡觉。你急着泡什么？多少年以后就泡福马林里面。福马林不漂亮嘛？计划才旅行的。女王团让我们也先让大家再了解一下，因为他今天会参与我们，而且会提供他们的看法，对吧？阿里山属于 J 还是 P？ 我 P， 你 P， 长工老爸 P， 但是我看情况。那飞讯呢？大 J 人，大写大 J， 大写 J， 大写 J。那我能叫你特务 J 吗？也可以。大写的 J， 马上开始来讨论。来第一个环节，问 J 人哦。P 人的超级随性真的让我很受不了，因为我本身是一个时间管理，很重视时间准不准时这件事情，效率。但是我碰上 P 人，大部分都很容易爱迟到。你们为什么会这样子？那个叫没品的人，那不叫 P 人，真的，那是品格问题。J 人也会，那真的不是 MBTI 没品，都很准时。除了工作，你觉得私底下约应该还好？我都很不行，半个小时、1个小时，不行，感觉不好。1小时超没品。西班牙人时间哦。我朋友已经习惯约我，都故意早讲半个小时，还要再等我半个小时。你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，我觉得说今天如果是我们2个人约而已的话，那当然准时 OK。可是如果今天是一个聚会，人是蛮多的话，其实不用准时到，主角不必在我嘛，而且不是工作，慢慢来就好。可是我反而觉得2个人就是必须要准时，不用准时，因为互相讲好，那你迟到我可以原谅。
哦，我知道你也可以原谅，没有别人的话就不要耽误大家。但是大家的事情会觉得啊，人家看你眼光这样子，你过得去吗？其实你只要跟大家说，我可能7点半或8点才会到哦。讲一下就好，就是你随性一点，这我们大家就知道。哪怕是一个欢乐聚会的场合，也要先讲。对，那你不要说哦，我们7点会到，但是因为有可能办活动的，又或是说我们某一个比较主办的人，或许是就是7点他就有什么重要的事情，大家一起了，我们要做什么，可是会因为等某一个人而卡住。哎，好像有点。对啊，他可能要求婚，他可能要性别揭晓。我就真的有我朋友求婚，然后我最后一个抢到。这有点太低了吧？太敏感了。哇，我今天然后我从后面无缝接轨，就给拿着花就哎，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下跪了，我到的时候已经下跪了。你这已经不是大批了，你是极致批。好可怕哦！这个倒是真的不会。那个秀子，我也不会，我也不会。你刚刚讲的没品的人，可以对着他再讲一遍吗？不是没品的人。秀子说出来不用怕。我是不是有参与到了嘛？我觉得批人要随性没有问题，因为其实我在某些时刻也是可以很随性。太太也是随性的人吧？她其实偏批没有错，可是我们都不是会影响别人的人。因为影响别人这件事情会让人家很困扰。之前在几年前，我有一个男生的群，总共有4个人加我，然后就3不5时久久会约一次吃饭，然后你讲说，哎，我告诉你有一间烧肉店很好吃。那现在时间还早，我们提早预定。结果呢，到那一天的下午，我们是约晚上吃饭，其中群里面的一个批人朋友，他就直接说在群里面说，哎，我跟你们说，我有一个朋友他开日本料理店，他说我们今天去的话，他会招待我们吃饭。不是全部啦，但是就是部分会招待我们，会请客，而且那是很好的朋友，很好啊，赞，有招待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还不错？对啊，那群里就顿时间当然就安静了好几秒钟嘛。订烧肉的那个朋友他就留言了，他就说，但问题是，我们这个是有付定金的啊，他就说。那就大家一起 share 那个定金啊！我们去日本料理店吃更划算，人家还会招待我们这样子，好像很有道理哦。好，那就这样子，那也不要破坏这个气氛。我是没有回任何话，但是那个定位人就说，哦，好吧，那我就去取消。晚上去日本料理店吃饭的时候，其实氛围是有点尴尬的，因为3个人就偏安静，就包括我在内。吃着，他就说：“哎，为什么你们今天3个都怪怪？”我说：“你有感觉到氛围有点不太对吗？”我说：“突然间换场地、换那个餐厅这件事情，会造成大家困扰吗？其实会不舒服。”他说：“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啊，又不是叫你们付钱，我们大家也是一起 share 啊。来这边吃饭又有老板招待。”比较划算，就跟秀子说的一样。然后好吧，如果你要这么觉得，那也没办法，因为毕竟又是朋友，你也不会想说真的跟他闹翻，只为了吃饭这件事。那重点是什么？朋友的老板，就那间餐厅的老板，然后还有朋友就一起坐下来，打招呼6、7个，哇，没完没了了。整晚就是一个，就10来个人，商业场合，就是在社交的场合在 social， 其实真的会很困难，就不是兄弟哥们的聚会了。没错。他常常会有那种，就是比如说，哎，我们约好去下午大家去哪里聊天，他是可以在前一天晚上说，哎，我明天有谁约我去做了什么，所以我不去喽。这也是品格问题吧？重点是他不觉得怎么样啊，他觉得就是没差，就下一次就好啦。我有提早讲，我前一天说了。前一天说。我们不会这样的，这大概约了2次就不会再约了吧？2次这样子所以就后续就是会瞎聊，但是不会再约了。我是一个就是喜欢规划的人，所以我出国前呢，我一定会做一个 PowerPoint， 就是把PowerPoint， 我要做 PowerPoint， 对，你要跟谁做简报？我自己，我就存在我的手机里面，就让我知道说这天行程是什么，我要搭配的衣服是什么，因为我要确保我去每个景点拍照是最漂亮的。所以你做的对不起，这么慎重啊？对，这是我前阵子去那个巴厘岛的那个PowerPoint的那个行程，旅行社做的也是这样会监测。没有。但是因为我要确保说
说，就是每个景点它的行程啊，然后它的那个颜色是什么？比如说今天去拍山，那我就要穿红色，这样才会很跳。那你有 B 计划吗？啊，你有 B 计划？有 Plan B 吗？比如说有雨备啊，或者是什么？我会带一套衣服在身上，就是如果我今天去拍完这个地方，然后我到下一个地方发现我就可能身上这套衣服没有那么漂亮，那我就会在车上换，然后就是到那个下一个景点的时候。你有考虑就出售你的行程吗？你以后可以上网去卖，你安排旅行团行程是就是会大票其实这已经有点半工作了吧？对，这感觉像是在工作。对，你拍这些照片，除了给自己看得很爽之外，还有干嘛用的？有没有？这样你真的可以放松？没有啊，我就发到我的社群，然后我就觉得好爽。你这样真的会有放松的感觉吗？会啊，我很放松哎，我心情很 relax。我们看了觉得很紧张。会这样子。对啊，真的假的？可是我可以拍很多漂亮的照片哎。我目前能体会，因为我比较偏 J 啊，我目前体会是因为规划而带来的成就感。放松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就是我所想到的那个点能穿这样，那个点变这样，然后到那点会吃到这个东西，我全部想过一遍，我全部实现了。他会有一种成就感。一次收罗。可是这个对，可能对他来讲就是这样子很快乐。对他觉得快乐，但是我们会觉得有点像工作，有点。你拍完照，我们都还刚睡醒而已。对，真的超早起来化妆。谁跟你起早八早出国度假？出国旅行也是跟你一样，对啊，就不要浪费时间。而且我在准备衣服也是会看景点，然后准备颜色，然后今天要穿高的鞋还是低的鞋？对啊，你要去海边不可能穿高跟鞋嘛，这一定会有想过。对，会有备案啊，还是会有备案。然后呢，我的故事就是因为我们也是有一群人6个人，然后要一起出国去玩。然后这个人呢，我们要去日本，然后他在飞机上的时候，他就先说，那个我没有换日币。然后你们就是有人有多嘛，然后就有一个人就说，哦，那我有多换，就是如果你有需要的话，你可以跟我换。然后没有想到我们飞机才一到，然后他就说，那我那个2万块台币跟你换。然后那女生说，哈，你要跟我换那么多，就是我不知道我够不够。她说，可是我不想要把台币带在身上，就请你换给我。然后那个女生就只好就很尴尬的换给他。然后后来呢，我们要去一个浮潜的行程，然后就有先说，我们明天要浮潜哦，那就是今天晚上大家都不要喝酒，然后早一点睡这样。他就说不会啦，我酒量很好啦，然后就是反正我也不会醉，然后就是他就自己一个人喝到凌晨。然后我们早上是5点要开车去那个浮潜的地方，然后他到那边之后他就大烂，就是整个人很宿醉，很不舒服。然后我们才刚下到水里，他就直接全部吐在那个海面上。然后我们是6个人配1个教练，然后教练就只好先把他一个人扛到那个船上，让他在船上等。然后我们下去浮潜，然后浮完之后再上来，然后跟他一起上。你们这样还要浮潜？浮潜不都在水面上，为什么会下去呢？我们会下去下面看，深潜。那叫深潜是不是？背气瓶的潜水。你是有背气瓶吗？有背气瓶。浮潜在上面浮潜。那就是要下去下面，要下去下面的那一种。然后他就一个人在那个船上等，然后就晒太阳晒了半小时，他就很火。然后我们一上来之后，他就闹脾气，他就甩东西，然后就直接跑掉了。那因为我们就是不能丢下他一个人在那边，所以我们就只好附近先找一家咖啡厅，然后坐在那边等。那个宿醉的就是那个换2万块台币的。对，同一个人批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在那个餐厅等他，等了1个多小时，然后就是下午的行程都完全浪费掉，然后就觉得天啊，就是我怎么会有这种人，然后就很受不了，所以我们后面就是几天的行程也因为他一直闹脾气，所以我们就是整个行程就整个大乱，然后我每天的衣服就是完全都跟原本。我带到3套没拍到，没有错。而且因为他后来就说10套没拍，对他后来就说他要去打弹珠，然后我们就只好陪着他一起去，因为他就一直闹脾气。然后我就穿得很漂亮，然后陪他在打弹珠，然后就觉得天哪，我这套行程就整个都浪费掉了。对，好生气啊，好生气哦。我为什么听完就觉得同样是 J 人，但有点不想跟你出？好像有点痛苦。而且你长得也不是 P 人，那就是个烂人。是我真的是品格的问题。想的都是烂人啊，这个第6个人。为什么 P 人不小心就会是没品的人？
一不小心就是烂人。所以如果说没有拿捏好，他是不是很容易变成一个大家觉得很怪的咖？有可能啊，有可能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太随性了嘛。对，完全同意。他们说你们遇到的都是烂人，真的。但我必须说，就是身为 P 人代表，我确实对时间就是没有那么比较模糊，对，比较模糊。对，我们会到了，我们会到，真的都会到，没那么精准。对，为什么时间要准时、精准这件事情不重要？为什么？就是保持一点弹性，在这个人生当中会比较舒服。不要那么累，是不是？对。来，大 J 人说一下。我真的是 J 到不行，我是那种到现在哦，我都还要用手写本本写几年几月几日几点几分我要做什么事，然后完成一样我还要拿红笔画掉的那一种，就是到现在都还是会这样。好规划的人哦，非常非常，所以我说我是大 J 人。哎呦，然后因为我男朋友是大 P 人，我是大 J 人。对，某一年我男朋友生日，因为我跟我男朋友在一起之前他还没有出国过，所以有一次我就想说要给他一个前所未有的生日惊喜，然后我就花了半年的时间。哎呦，对，然后就是先跟我的家人套好，跟他的家人套好，然后甚至连他出国的换洗衣物那些，我全部都买新的，因为就是要到前一天才告诉他我们要出国了。最重要的是我有做行程本，而且真的是手做，每一个行程都是手写，然后还有找照片这样子剪贴。2017，因为我找了非常多景点，都是就是我想要跟男朋友到这些地方留下美好的回忆。跟短剧的比起来，这个有温度很多。对，它这个单纯就是旅行社的。照片是哪来的？这是事后做的吧？没有，事前做的。对，事前做的。那照片都是以前是资料照。对，这是网络上找的资料的照片。对，你才应该卖它，他才应该卖真的。可是这有点旅游书啦，这有点，这可以做旅游书，太过头了一点。对啊，但是因为那是他生日，我想说要给他一个这是一个特别的 surprise。对，你们两个可以开一间旅行社了。一个写文字的，一个给图的。如果是他生日，你想说这个行程等于也是他的礼物，对，生日礼物，那我觉得合理。对，这是礼物，这其实是礼物。对，然后我们到每个地方都可以拍照，对不对？留下纪念。你还画图，你还画插图，画的还真好。其实真像啊！其实我说飞讯哦，飞讯姐你是不是蛮闲的？不是，我是用心。陈哥，他这个准备了半年，慢慢这样子画，这都是心意耶，这蛮感动的。那你的男朋友他不是爽死开心死了？对，他开心死，但是他前面几天真的都照着我的那个规划，跟我去那些地方啊拍照打卡。但是有一天的行程刚好是要去涉谷，我男朋友超级爱逛街，再加上我刚好说他是大 P 人。OK。涉谷那一天的行程逛了涉谷之后，后面的行程全部拉掉，泡汤，对，全部一整天都在涉谷逛街。但是因为我想说深呼吸吐气，他的生日没关系，我忍。对，因为就一天而已。那我后面的行程弄得紧凑一点，那但是就把那一天涉谷后面的行程不能拿掉到后面，是不是？我要去，不要 waste 掉。对，绝对不能。照片你有弄的，一定要去就对。一定要去。哎，齐波雅那天后面3个行程拉掉，后面要早点补进去啊。对，压力好大。这是节目组吧？那个是我们爱的足迹，要补吧？他要到处留下爱的足迹。对，每个地方都拍照打卡，然后就不是哦，我男朋友是后面每一天都是涉谷，每一天都逛一样的店，一直重复去。我就跟他说，到底我们一天已经被你耽误到了，你后面几天为什么还是要去这些地方？他说，其实我觉得逛街这样蛮轻松的，为什么我一定要去这些地方？对，但是没有吵架，因为是他的生日礼物，我整趟都一直忍，绝对不能生气。对，然后所以后来我想说，好，都不要跟他出国了。但是后来我还是有一次想说，心血来潮，直接把它擦了，对，打擦。但是后来有一次我还是心血来潮，想说，隔了一段时间没有出国，我们还是去香港好了。结果还是一样，到香港我们是2017去的，到现在2025我都不跟他出国，索性不出国。你们还在一起？还在一起，但是不跟他出国。这有这么大的一个认知差异，你们还能在一起啊？还可以在一起。这表示其他很多地方是弄得配合的不错。其实蛮多地方是互补的啦。对，好啊，很懂事，哇，很好，真的不敢惹 J 人。这个也不是 P 人，这就是个怪人。啦啦队女神没桃花，原因出在 MBTI。
我们是个人，就是会有计划，会有变化。像是短金，他就是可能没有办法接受他的行程可能有误点。如果你都一直按表操课的话，你怎么知道你会不会转角就遇到你的真爱？你男朋友有因为你的这个按表操课而崩溃吗？我没有男朋友，所以他才没男朋友。不敢惹 J 人，这个也不是 P 人，这就是个怪人。怪人，我就不敢惹 J 人，因为我觉得你们会计划把我们弄死。等慢的，你们难道不会在一个地方觉得这边不错，就待上一大半天吗？会啊，对啊，都去嘛。对，搞不好到那个行程，你可能到了现场你不喜欢，可以再多缩短时间，然后再去下一个。最起码都去到了。对啊，他可能就是有他自己的想法。他那一趟是几天几夜的行程？那是1个礼拜，7天6夜。7天呐？对，有点累了啦，3天就累了几天。他跟着你的 follow 3天，对啊，3天照表操课已经是一半了，真的 OK 了，有爱了，还有爱，很爱的一对。最怕看到像是刚旅行社的那种 run down， 尤其是出去玩的时候。哦，你怕？对，因为我的经验也是这样，就是我的朋友，他是个大 J 人，然后有一天我就是跟他讲说啊，就是我们改天。我刚好休假，我们好像可以一起出去玩。他说哦，没问题。隔天他就生出了一个超长的 list， 就是像那样几点几分几点起床，然后吃什么 buffet， 然后全部列出来。然后我就吓到，想说 OK， 那这样的意思就是我也没有办法，如果当天不想去的话，我也不能说不咯。但真的很累了，然后因为我开车，所以我就觉得啊，可以不要这样吗？就是我其实很想跟他讲说，我们可不可以就是改一个近一点的地方？你有叫他排松一点吗？我觉得，因为我真的忍，就是我随遇而安，所以我也会忍。然后想说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们还是去。然后是因为他生日嘛，是吧？没。然后他有在涩谷逛街吗？还有带你去涩谷，还在涩谷，不行的，就但真的很累，就我整个开车是这样。哦。所以根本没休息到嘛？没有休息。对，跟 J 人一起出去真的很难休息耶。对。啊。真的啊，我觉得我妈妈就是他们就是要走行程，不是，她会因为，比方说你8点要集合，对不对？像我妈妈就是这样的人，她5点就起来了。哇，对，我妈也是，然后就在楼下等我，我已经到了，你慢慢来。对，好恐怖，压力排早餐，早餐要排队，我先帮你排。然后我就在那里，我还没有睡醒，而且他起来也就算了，因为如果你是行程要换饭店更惨，因为你一起来你还在睡，你就看到各种这么多蟑螂，准备塑胶袋的声音，因为他要收东西嘛，然后他就一直在那里，太酷了，你怎么办？你说你怎么办？好，你冷静。我觉得我的人生的名言呢，就是船到桥头自然直。船到桥头。我今天舌头也叫劈舌啦，劈舌。船到桥头自然直。关关难过关关过，所以我就觉得说，我们人生又不是生产线，我们是个人，就是会有计划，会有变化。没错。所以如果你都一直按表操课的话，你怎么知道你会不会转角就遇到你的真爱？像是短金，他就是可能没有办法接受他的行程可能有误点啊，或者是没有。那你怎么知道你的下一站会不会就是你的真爱？就遇到。他介意的是他带的衣服没有穿。对。还没有拍到那个照片。然后我之前就有一次就去香港工作嘛，然后我们大家一群人就是工作很开心，老板也觉得我们就是做得很好，所以隔天就说我有游艇，不然我请你们去游艇上面吃晚餐，烛光不是烛光船上的这种大餐，对buffet，然后那个黄昏看夕阳这样，然后船上就有这种追人朋友啊，就想说可是我们隔天要去吃茶餐厅啊，我们要去坐那个观光巴士，我想说观光巴士哪有人家请游艇大餐来的重要？对，然后他前一天就是一直抱怨说，可是我们计划就是这样啊，你这样子，你跟他讲说观光巴士永远在那里 run， 游艇还真做不到，对，就是人生就是有这么多快乐的事情，对啊，对，然后但他前一天也就是一直抱怨，然后心情很不好，然后到船上也是一直抱怨，结果享受大餐的时候他还是很开心啊，所以我觉得那个 P 人呢，就是很享受人生，随遇而安。那我觉得 J 人要多放开自己一点，有时候人生不是那种机器，对，前置可以一直皱眉头，其实看不下去，答应我好不好？你们那个一直保持饥饿的那个节目，
对，不要封杀他，好吗？不会。我会整时。OK。我他们通告很早。哎，可是那我要问一下，比如说短金这样的行程，假如你明天是要去茶餐厅跟搭双层巴士，对，然后突然那个游艇老板说，哎，招待你们到我游艇上看夕阳，吃高级晚餐。我拍照拍得更漂亮。先去买比基尼啊！我要先确认说，那我们之后还有时间会去坐巴士吗？我也是，我一定会先搭好一套，就是巴士坐巴士的时候可以穿。你是说这2个行程是不是又置换掉了？是，就直接换？因为他没有带游艇那一套的衣服。对，要去买比基尼。你为什么想要知道那个行程？因为一样是游览。它像海上的维多利亚港这样出去，这样子不是更棒？对啊，因为我一定先做好功课，就是我会知道说他那个巴士要开去哪里啊，然后我就是要在哪个地方拍照。哦，你要拍你跟城市的关系。对。陈哥，你不要再拿他当举例。他的逻辑就是只有，他就是去拍照，就是拍照而已。就是去拍照。各位不要情绪起伏，我们现在行程改一下，你现在去上厕所好不好？你找个借口离开一下嘛。他要坐在这了。好，把城市的 City Tour 换成这个上游艇的这个看夕阳 ，OK 吧？其实我其实是可以的。可以吧？对，因为可以想象那是一个被期待的。但你心里面会一直惦记着茶餐厅跟那个会，但是我可能就是会变成是自己去坐观光巴士。你还是会去，对不对？还是要去。不是因为你心里已经有确定好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好像还是会有点牵扯到我们大家原本说好的行程。对。可是突然某一个变数，我们变成要这样子的，就心里就是会一直觉得未尽之事。对。这个 surprise 哎，那是一个礼物哎 ，surprise。很像你跟我讲好说今天我们要去吃呷哺呷哺，后来被拉去吃牛排，就是你准备了半天那个心情跟感受。我觉得这些人有的时候就是没那么聪明。比较死脑筋，有一点比较不太懂得活用各个临场反应或什么之类的。接人批人真不合，孙协志杠上许明杰。跟他们约3天嘛，可是他们会变成是，因为我都还没准备，然后他们可能2点40就已经到了，还跟我讲说你慢慢来，不用急。可他们已经在罗霄，可能不急。我遇到这种就是提早到，然后跟我说慢慢来没关系的，我就真的慢慢来。那我想要知道的是，没有。这就是你要学刁人要刁的技巧。这些人有的时候就是没那么聪明，比较死脑筋，有一点比较不太懂得活用各个临场反应或什么之类的。我讲工作上好了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是个大 J 人，那他呢自己做了自己的这个生技产品，就想要找我直播，帮他算是做一样直播带货这样的一个活动这样子。那直播这个工作它是很有弹性的。他列了一个跟刚刚短金那个差不多的那种 round down 哦，就像节目一样，什么时候干嘛干嘛列得很细。我就说，以我的经验来讲，直播有些时候会有突发状况，对，或者是可能观众这个时候他们很热络，你如果要一直按着你的行程去走的话，可能会卡卡的，而且我不可能一直直播，还一直看着你在镜头后面跟我讲什么时候要干嘛干嘛，结果果不其然。这个直播开始的时候呢，到讨论商品、介绍商品的环节的时候，这观众是很热络的，聊天都聊起来了。当然聊着聊着就可能就超过这个话题了，聊到别的东西了这样子，他就开始在镜头后面就这样，焦虑，很焦虑，要我赶快走下一个行程。追人的焦虑，我就觉得说，为什么大家现在聊得很开心嘛？直播是跟观众互动的嘛，对不对？观众不开心，怎么会想买你的产品？直播是不可能完全照走的。对啊，不可能啊。这个应该不算是什么 J 人吧？这个没经验，工作上的认知，对，就是你了解演艺圈的环境，就直播可能会遇到要相信专业，但有很多的厂商他不了解、不清楚的，尤其厂代他们很希望把自己的。商品的特色、重点资讯都要讲来，对，就生怕消费者不晓得啊。对。可是有时候消费者就是不想听那些资讯，对啊，他是要一个心情，对。不是，那我想要知道的是，你那个直播你有晚半个小时到吗？没有。李明杰，你要不要佩服前辈？这就是你要学刁人要刁的技巧。
对不对？工作我没有刁他，我是好奇。工作会准时。对，但他说没有哦，他还是可以准时的嘛。工作跟私底下那个是不一样啦，但是找痕迹。对，但是我们有本来表定7点直播，有晚一点点。我跟得很技巧。对啊。那我就问一下了，天有不测风云，对，你半年前就开始排行程，半年后钱都付了。我就有一次这样，跟朋友去包栋别墅嘛，好去宜兰东山河清水公园，对吧？大家就想说大太阳底下那些玩水的，哇，开心啊，噼啪噼啪这样玩。结果嘞，要去之前，刚那起台风啊，喜安忘记了，反正就是呢，天候不良，就那个周末，妈下大雨。那你怎么办？妈下大雨！我的妈呀，下大雨！缩写。我的妈呀，下大雨！刚那一句有点老变范了，不是下大雨，是不是有点语气词在里面？他真的是朋友在分享。对呀。他简短，他在这边一个字了。我的妈，就下大雨啊！那我就说，那我们可不可以改行程，就不要去东山河了，可以吗？给他们去啊！钱都付了，没有，他们就等那个雨没有很大的时候，就全部人就说走，就去了。他说反正下面也要湿，上面湿有什么关系？哎，有道理啊。问题是，你们受得了吗？受不了。是去什么童万节吗？还是什么？就是去玩水啊，清水公园啊，去玩水啊。钱已经付了。这个半年前就付了定金的整栋包栋别墅家族旅游，天候不良，但是你还是会照你原来的计划一样出发前往的，请举牌。你们现在是讲好了要为反对而反对的，不是？如果今天真的下雨，就在别墅待着，对，在别墅待着，可以秀一天啊。可能还是会去别墅，就是会变成在别墅，大家在里面 chill。对啊，不一定要去这个。不要一定要去东山河。大批人怎么说？来说句心里话。没有，因为我也是觉得，因为刚刚有说雨稍微小一点。那就去啊，对啊，就可以，这是另一种随遇而安吧？对，一种随遇而安。对啊，毕竟是大堆头的嘛，对不对？大家都想去，为什么人家不去，对吧？你也赞成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赞成。为了大家共同福祉，对，没错。为了社会福祉着想，对吧？三宝爸，你们今天谁有生3个的？没有生3个的，没有啊？这值得佩服。他为了我们的国家很有贡献，掌声鼓励。你说你偏P，对，偏 P， 但是还是希望有些事情是有规划的。对，我算你中立人，好不好？中立，你两边中立。你对 J 人或 P 人的感受，分别有什么受不了的地方？来，像跟朋友约，比如说今天3点来我家，然后可能就是跟他们约3点嘛，可是他们会变成是，因为我都还没准备，然后他们可能2点40就已经到了，然后再突然打电话跟我讲，我们在楼下准备好再走。对，可是我那时候可能还穿着内裤在那边晃，我什么都还没准备。然后他们已经说，那还跟我讲说你慢慢来，不用急。可他们已经在楼下，我整个可能不急，就变做起事来，我就很紧张，就会整个没办法好好准备，然后不然就可能跟他们出去有很多东西会忘记带，因为我会莫名觉得很有压力感。我跟你讲，像我遇到这种就是提早到，然后跟我说慢慢来没关系的，我就真的慢慢来。我也是，我真的没办法加快，我自己没办法加快。久而久之之后，他们就不敢再对，这样我是没办法加快，因为你跟他约下午3点，你后来就会打一通电话给他说，明姐。我们都吃饱了，那些菜要倒掉吗？大家都吃饱了，现在已经快9点了，你过来跟我讲一下，你觉得这样 OK 吗？你觉得？我觉得 OK 啊，反正就很随，我是比较随性的一点，我都 OK。其实我们 P 人的优点是我们真的，我真的蛮随性的，配合度很高，love and peace，我都 OK。真的临时被放鸟，我的桌上6个人吃饭来5个，那个人一直没有出现，我们会一直挂心着嘛？怎么这你们 OK？怎么 OK？不 OK 的？你可以 OK 吗？我不 OK 啊。对，可以。我没有 P 成这样啦。对，所以那你也是中立人吧？就是它其实不是一个极端，它只是在光谱当中一直在流动的。有的时候在这个情况下你很J，有时候在这个情况下你很 P 啊。跟许明杰他的明明应该是。他很P，他相当P耶。他今天拿了通告费，他就要好好扮演一个P人嘛。哦，你今天是演P人，你是演。当然要演一个，好好演一个P人。你是脸，老实讲。出游人性大考验，竟让现场吵翻天。
费尽千辛万苦预定了知名餐厅，但当天爸妈临时在路边看到一家很想吃的餐厅，坚持叫我打电话给日本朋友，把原定的餐厅取消掉，因为百善孝为先。你们3个这样搞得我们好像都是不孝顺的人。你们在举吹啊，你们在举着。好家。当然要演一个，好好演一个。你是不是演？你是不是演？老实讲。他才不是这么没品的人。说什么？我很好奇耶，像如果是2个大姐 J 的人一起出去旅游的话，怎么办？他们会很开心啊，会超合的吧？所以他们一起做一个计划表，然后一起去实践那个计划，然后一起很开心这样吗？我告诉你，短金只要不要拍那么多衣服，我跟你讲，飞讯很喜欢跟他一起去。对，真的，因为我也是按表操课啊，我都会预留行程。譬如说，我知道明天我们可能8点要出门，那我就要6点起来，因为我要花2个小时妆发。对，你就是去工作的。我要妆发。这样用来浪费时间的。你知道我们出去带小孩是不可能2个小时前起来妆发，我有穿衣服就不错了。没有他如果有小孩就会4个小时起来妆。你男朋友有因为你的这个按表操课崩溃吗？不会啊，我身边的朋友都觉得很合理。我说你男朋友。没有啦，我没有男朋友，所以他才没男朋友。没有，那如果之后的，才没男朋友，所以他才没有男朋友。苏燕佩，你要讲话有礼貌吗？没男朋友了。那如果之后的对象他非常介意这一点，但我可以配合他啦。就是如果他会介意我这样，那你就不妆发吗？没有，我可以在车上妆发，就是路程中我在车上化妆也可以。你很适合男朋友的职业就是摄影师。对，最适合。然后他就觉得说，为什么出国我还要工作？对，摄影师会觉得我现在是出来放假，我为什么还要一直拍？对啊。好，J 人 P 人他的个性、人格特质都已经很清楚了。好，第2阶段女王大调查。当计划赶不上变化，你会做什么决定呢？来，弟弟。带爸妈去日本旅游，请日本在地友人费尽千辛万苦预定了知名餐厅，但当天爸妈临时在路边看到一家很想吃的餐厅，坚持叫我打电话给日本朋友，把原定的餐厅取消掉。我该取消吗？请选择。会取消的举拳，不会取消的举叉。来，请举牌。我们都是会做人的人呐。你们都会取消，因为你们在表现孝子孝女。大姐 J 耶，你怎么可能呢？真的，这个知名餐厅已经预约了。对啊，怎么会？他们爸妈想吃个路边临时经过的餐厅，你要取消？因为百善孝为先。真的，哦，你这个没有这种形象做得太好了，费尽千辛万苦哟。对呀，费尽千辛万苦，但是爸妈还是第一。哎，3位啊，真的可以明天再去吃。对啊，明天明天要去涩谷逛街。除非他餐厅说今天开到最后一天，对，除非一定是明天吃，不可能。或者是把后面几天，哪一天可以，我们把这个先定，我们可以手定定下来啊。因为你这个你也会有对你朋友不好意思的状态啊。对，那是信用问题。而且是日本在地有人费尽千辛万苦才订到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对，但是因为我之前真的也是有跟我爸妈出国过，然后有类似的事情。后来我的解决办法是，就是我请那个帮我订的朋友吃一顿他想吃的饭，但是父母还是第一。虽然我很 J， 但是那个餐厅我也没有取消，我是跟他改期，变成我再另外带人家去这样子。哦，改期。对，还是有一计划啦。你们3个这样搞得我们好像都是不孝顺的人。这是我们是正常人呐，我们是社会化的。对，我们社会化的比较完整。这样会失去一个朋友跟一个餐厅哎。对，而且对日本人来讲，你就叫人家请人家帮忙做的事，有可能他以后那个电话就不能再预约了。对，就不能预约。那你是害到你的朋友，没错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你们在举吹呢，你们在举着。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关系，我跟爸妈别天去吃就好。我们今天请女王团是来跟我们一起讨论的。你跟我们吵架，你又来互相威胁啊！不是让你攻击他。好，来第2题。为买房省钱计划3年，严格执行预算，
就差最后几个月达成头期款目标。此时，老公突然抽中旅行社的欧洲邮轮特价优惠，可以省下高额的旅费，但仍然会动用到1/3的买房基金哦，势必将延后买房时间。我们该不该为了这难得的人生体验，破坏原定的买房计划呢？哎呦呦，该或不该，请选择。请举牌。陈哥，陈哥，我说好难抉择哦。这好难抉择。如果他都动用到1/3的买房基金，它的原价该有多贵啊？对啊，可能是什么破冰之旅那种的。哎，陈哥，你房子都那么多了。你们都愿意破坏？破坏啊！现在不愿意破坏的只有你啊！哦，2个，你看这2个叫制表的，2个做历史的。好解。你们出去玩好了。买房子就是要买房子，说要3年后买房就要3年后买房子。因为计划很久哎，3年很长的时间哎。你怎么知道以后你会不会赚更多钱？你根本就不 care 这个特惠了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，除非这个事情是以后你不可能会有，就像我曾经有为了一件事情，真的是我人生唯一一次为了一件事情，放弃了我8个月前就排定的工作。哦。但是这个事情我知道，他下一次就不会有。很值得吗？那是非常值得。我去。随性批人大乱斗，连这问题也没标准。如果推翻 A 方案，需要连续3天加班到半夜，就是做新的，就是做新的，我们要做好。不会去说服，意思是做新的，对，就做 B， 做 B。那我是这样的。你只是想多睡一点而已。我去参加了5566 20周年演唱会。孙杰是，确实是比欧洲邮轮特惠更令人心动。太感谢了。那你在今天之前知道这一场会有写字歌吗？我都睡不着1个礼拜，睡不着。谢谢，请原谅我刚才说你说我们不孝顺这点。你现在会道歉了？要道歉了，还是要。而且我刚刚在录影前还在跟阿里莎说，我心跳好快怎么办？我心跳好快，有写字歌，好喜欢。谢。你的行为有点放松。已经跟阿美太像了。你有点放太松。深呼吸，吐气。左持中间的原因是因为它很吸引人，因为我听很多人跟我推荐欧洲邮轮之旅。然后我一直在想，我刚刚在想说它优惠多少？如果一趟是70万，它这次只要30万，那我觉得去可能就没有下一次了。你懂我意思吗？对。否则的话1/3的买房基金不是开玩笑的。哦。可是基金可以存，对。但是因为这个优惠错过就没有，不一定会再抽中。对。就跟56的20周年一样。对啊。对。真的。你们30周年会办吗？还是下次是60周年？哎，那时候就不是唱我难过，是大家都难过。那时候会有很多呼吸器。都不好过，对，都不好过。确定都难过，确定都不好过，对不对？是吧？我很难过。好，我们准备来听下一题。下一题，跟老板开会时，本来说要 A 方案，已经执行到80%喽。老板突然提出 B 方案，说这个点子更好。你也觉得其实 B 方案可能比 A 方案好一点点，但如果推翻 A 方案，需要连续3天加班到半夜，可能会弄到人仰马翻。这时候你会说服老板不要打乱原定计划，维持 A 方案吗？会吗？请举圈，请举牌。哇，你办都不会去说服啊？不会追求卓越，我会先说服。可是当老板不接受的时候，我就不说服了。我觉得好的东西就是好的，我们就应该要追求更好的。
不会去说服，所以你不会说服，我不会去，就是做新的，就是做新的，我们要做好。不会去说服，意思是做新的，对，就做 B， 做 B。那我是这样子。没有搞懂，你纯粹只是想要加班的两次，对，我想要睡觉了。不是明姐，明姐，嗨，我们其实差不多都快收工了。再醒一下，大家醒醒。我纯粹对于 A 跟 B 这样来来去去，我有点乱。所以，但我知道我不想加班。其实就是新方案是连我自己都觉得比旧的好一点点。可是这个一点点，我认为既然只是一点点，不用那么辛苦啊。维持 A 方案，我再做一点调整就好啦。好医生，我这已经做80了，我就要再修正更好。对呀，所以干嘛那么辛苦呢？就维持原方案，做一点调整。可是你要知道，对老板来讲，老板提出来一个更好的方案，他脑子里面已经在想新的事情了。你一直要做旧的，其实你是不懂你老板的感觉的。哦，你有没有想到这个事情？职场就是不是只有完成度的问题，是我老板我觉得 B 比较好，那你应该要 follow 我，而且你也觉得 B 比较好哦。你这个可能是另外一集的题材哦。就是如果要牵扯到老板，你要延伸到这样子，那这题目很难解。说服老板，要说服老板，你要让老板接受比较不好的，他自己想，就算是他自己想的，我们应该就会想办法证明我们的 A 方案哪边比较好。没有，你只是想多睡一点而已。我觉得对啦，3天熬夜还好。对，我们做得到3天的话。对啊，我们只是随便举例了，需要连续加班。我觉得我不会去说服老板，但是我会去跟老板说，我们要换到 B 方案的话，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所有人都要加班到半夜。老板，但是我也同意 B 方案比较好，所以我愿意，我愿意挺他，但我要让他知道我们会付出什么代价，加班费。要让他知道，搞不好他已经不计代价想做这个事儿。对。但是听完你讲的，搞不好觉得，哎呦，真的啊。哦，那还得可能要损失100多万，这是最聪明的，对不对？有可能要改 A 改 B， 我要损失100多万，要不要损失这100多？聪明哦，对不对？哎，我觉得这样好，我们就事实讲嘛，比较周全。对啊，不要让他觉得说好像换方案很简单，其实他后面要付出这么多人力跟时间。非常好，我觉得你们今天跟我们聊这个 J 人跟 P 人的概念，其实分享一下属于人格特质。我们就算是双胞胎，他也会有不一样的个性。对啊，我们今天聊这个 J 人 P 人，我相信电视机很多观众朋友都已经在默默帮你的朋友啊，帮你的另一半啊，在那边贴标签了吧？有没有？一定有，肯定有。说到底啊，不管你是超会计划的 J 人，还是活在当下的 P 人，其实大家就是在用不同的方式在追求一个更好的人生嘛。祝福大家，女王大人，下次再见。See you。快订阅未来中文台 YouTube 频道，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女王大人哦。